少将军，您在这批货色里挑一个吧。几个官家少爷皮肉细着呢，带回去暖床也不错啊。刚刚我不是还在末日时代就被咬的同伴吗？怎么穿到了这里？而且还是个女尊男卑的世界。就是，大家都在挑呢，您好歹挑一个应付差事。楚将军眼光高，但府里总得添点人丁不是？这几个长得可水灵了。老子不养废人，男人只会浪费口粮。少将军，您别为难属下啊，不挑的话我们没法交差。这帮弱鸡对我没什么用，我不需要累赘。吏部尚书贪腐落马，府内男丁尽数发配，未被将士挑中者，一律送往边关苦役营。下一个，楚将军救命！我不想去苦役营，我会弹琴，求求将军带我走吧，我吃的不多。闭嘴！快场拔了你们的舌头！在这见鬼的地方，规则只有一条，证明价值。那个女人走路怎么怪怪的？她左腿落地时，膝盖有不到半秒钟的迟滞，右腿大腿外侧的肌肉随之紧绷，多承载了3分力量。这伤起码有3年了，伤及经脉，我得拼了。陈长生他疯了吧？那可是楚家的女阎王。楚家早落魄了，去他家也是送死。搭手，不然下一秒你的脑袋会和身体分击。将军左腿有暗伤，刚才下台阶右腿多受了3分力。带我走，我吃的少，还能治好你的腿。这苦役营我死也不去，将军，这笔买卖你稳赚不赔。吏部尚书府出来的少爷，连刀都拿不稳，也配谈买卖？你的经脉受损超过3年，再拖半年，左腿彻底废掉。你还可以挥剑，但绝对无法在马背上稳住重心。继续说。带我回去，我给你一副完好的双腿，你给我一个安稳的日子就行。要是你治不好，我会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哟，姐姐这是去哪里捡回来的野狗？这身骚臭味儿，把楚府的门槛都熏臭了。来人呐，还不快把这粗鄙的脏东西赶去柴房，别让它脏了主院的青砖。闭嘴！他是我带回来的人。姐姐莫怪，弟弟也是为了楚府的体面着想。这种罪臣家眷只配干最低贱的活儿。新回说了，府里不养闲人，这等粗鄙货色就该去倒夜香。楚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二房夫律来做主了？姐姐这话说的，弟弟也是心疼楚家的名声。胡闹！你怎么能挑个罪臣1亿来当你的夫郎？母亲，他懂医理，能治我的腿。一派胡言！城里那么多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他一个黄口小儿懂什么？立刻把他退回兵营！母亲，闭嘴！楚家还没倒，由不得你如此作践自己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快叫大夫！你这贱奴要干什么？还不快滚开！闭嘴！想让他活命就滚远点。杀人了！这贱奴要掐死母亲！姐姐快拔剑杀了他！快来人啊！把他拉开！母亲要没气儿了！再嚎一句，我先掐死你！头风发作伴随高血压危境，物理降压只能保一时，想断根还得靠调理。你刚刚按了什么地方？我的头竟然不疼了。颈动脉搜，控制血压的开关。这是什么医理？我从未听过。能救命的医理。叫什么？在陈家喊几？陈长生，在家里是最小的。母亲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肯定是用什么妖术，城里的大夫都治不好的头风，他随便捏2下就好了，这绝不可能。月儿，
你跟我到书房来，给我好好解释清楚，他到底什么来历？姓陈的，别以为碰巧瞎猫碰上死耗子就能在楚家作威作福，咱们走着瞧。这第一步算是踩稳了。喝吧，二正君吩咐了，府里夏日井水短缺，这桶水可是特意留给你的。别嫌脏，咱们府里的规矩，罪臣家眷就配喝这个。能进楚府的大门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要是不想渴死，就赶紧跪下来谢恩。放下，滚！不知好歹的贱骨头，得罪了二正君，我看你能硬气到几时？有你求的时候！你这手艺，苦役营里学不来。将军管我从哪儿学来，能用就行。在荒野里，这碗水能换一条命。我不喝来路不明的水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要想马儿跑，总得给草料。我给你吃穿用度，你把我的腿治好，这是我们在点将台上的交易。楚家不短你吃喝，你少得寸群尺。不够，我要绝对的权利，在这个院子里，除了你，谁也不能动我。你一个毫无根基的男奴，跟我谈权利？就凭你那点装神弄鬼的医术，也敢在楚府翻天？因为只有我活着，你才能重回巅峰。将军，这是末世的规矩，有价值的人才配谈条件。末世，一个人吃人的地方，跟你们这朝堂也没什么两样。那个叫林子轩的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但我没空每天应付这种苍蝇。那是二房的事，我不管内宅的争斗。你不管，那就只能我来管。但如果我动手，他可能会死得很惨。你还真有点狂妄啊！是不是狂妄，将军以后自然会知道。你给我清静，我给你一条完好的腿。你最好证明你的价值配得上你的狂妄，否则我会亲手拧断你的脖子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奴给我绑了！大姐带回来的祸害，今天我非宰了他不可！母亲明鉴，这男奴定是记恨前几日我训斥了他，心生怨恨。他竟敢趁着四下无人溜进书房，毁坏您的兵部宴剑。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他这是要害死我们楚家满门。母亲，子轩亲眼看到他从书房鬼鬼祟祟的出来，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毁了公文还敢如此嚣张！星辉，你看他，一个下贱的男奴，穿上新衣服也掩不了一身穷酸气，做错事连跪下求饶都不会。来人，先打断他的腿！我今天就挑了你的手筋，看你还怎么猖狂！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们都没有。你找死！大姐，你别护着他，他毁了母亲的公文。长姐如父，我还没死，轮不到你在这儿拔剑。把剑放下。可是他……我让你把剑放下。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如果要毁一份文件，他连灰都不会剩下，而不是留着一滩墨水在这里给别人当把柄。将军，让人去后厨端一碗草木灰水来。你这贱奴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母亲，您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肯定是想销毁证据。你要草木灰水做什么？证明你这好女婿眼睛瞎，心也黑。你血口喷人！教你什么叫常识。姐姐，你看他一个粗鄙的男奴，竟敢弄脏了母亲的公文，现在还敢口出狂言威胁我。大姐，你难道真要为了一个贱奴，连楚家的军机都不顾了吗？
你今天护着他，明日咱们楚门都要掉脑袋。你疯了！母亲，他连公务残局都不放过，他这是在毁灭罪证！我杀了你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。若检玉酸显色，这公文上沾了你独有的香粉油脂，人蠢就别玩栽赃。你胡说，那是下人打扫时不小心蹭上的。对，就是那些促使下人弄的。你的香粉里掺了西域的珍珠蟹，要不要我把整个楚府的下人都叫来，比对比比谁用得起这种高档货？父亲，星辉，我是冤枉的，这水里肯定有毒，是他施了妖法陷害我。草木灰水到处都有，不信你现在去厨房再端一碗来泼上试试。你什么你？连栽赃都做不干净，还敢在这里叫嚣？秦叔，你信我，我怎么会害楚家？这肯定是别人蹭上去的。那几枚指纹正好对得上你右手食指和中指，要不要现在按个手印怼对一下？子轩，真的是你？星辉，我没有，你别听这个男奴挑拨离间。把手伸出来！星辉，够了，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星辉，带着你的人滚回自己的院子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半步不准踏出。母亲，滚！月儿，去内务房取钥匙。什么钥匙？从今晚起，让他搬出偏院，进你的内室。母亲让你搬进来，只是为了做给二妹看，压一压林子轩的威风。你别自作多情。你这床板硬得跟石头一样，白送我都不睡。满屋子的兵器冷光，挂着这么大一幅北境图，你睡觉的时候不觉得瘆人？这图上的每一个红圈都是我同袍的埋骨地，看着他们，我才睡得踏实。死人护不住活人，你把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，迟早被压垮。楚家的重担我不扛，没人能扛。你一个后宅男眷，安分点享受你的庇护就行。还有你这身新衣服倒是合身，不过别以为换了皮就能换了骨。衣服只是御寒遮阳的工具，和皮骨没关系。倒是你，好像就要去淋雨了。将军这趟开市，凶多吉少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不该问的别问，活得长。外面雨这么大，兵部今晚只有一次换防的空档。你偷听了母亲的话？不用偷听。大厅里公文毁坏的事刚结，你今晚就迫不及待出去。除了兵部的烂摊子，还能有什么？你左腿膝下静脉郁，之前在苦役营我就说过，再拖半年就彻底废了。今晚这种天气，你强行运轻功，最多撑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，够我杀一个来回了。要是超过半个时辰遇到硬茬呢，你跑不掉。大夏的武将字典里没有跑这个字，那是蠢货的逻辑。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面子能当饭吃，留着命才有输出。你这种贪生怕死的男眷懂什么叫军纪？我不懂军纪，但我懂怎么活下来。接着，这是什么？带上这个，里面有煮沸消毒过的绷带，1小瓶高浓度提纯烈酒和特制金创药。麻布边缘被火燎过，防止脱线。如果你半个时辰内没解决战斗，这玩意儿能让你撑着一口气爬回楚府。我不需要这种东西。上阵杀敌，带药就是带了怯懦。你不用它最好，真到了绝境，它能埋你一条命。如果天亮之前我没回来，
床底下的暗格里有楚家的银票，你带着钱自己走。要出事！大姐，大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大姐受伤了！闭嘴！想让你大姐死，你就继续喊。过来，搭把手，把他弄进去。抬脚。大姐，大姐，你醒醒！不行，我去禀告母亲，拿楚家的腰牌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。我说了，闭嘴！你凭什么拦我？那是我大姐。你大姐深夜出去，是去兵部换信。这府里不知道有多少双别人的眼睛盯着。你以为楚家现在很安全？可是没有大夫，这可是贯穿心脉的伤，血根本止不住，他怎么熬得过去？大夫救不了，我来救。你一个被发配的男眷，连药理都不懂，你拿什么救？而且我刚才在院门口叫了一声，肯定有下人听见了，母亲那边迟早会知道的。那就告诉他们，你在院子里摔了一跤，大呼小叫，谁敢靠近这个院子探头探脑，你就当场拔剑杀鸡儆猴。现在是楚家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还想当那个只会躲在别人身后哭的废物二小姐吗？颈动脉还在跳，失血性休克前期，死不了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要是你治不好我大姐，我要你陪葬。醒了就睁眼，别装死，伤口太深，这身衣服必须剪了。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缝针的时候别乱动，将军，你的命现在归我管。你这是救人还是杀人？杀菌，不清理干净，肉烂在里面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没有麻药，生缝，咬住这块干布。拿开，我不需要。随便你。咬碎了牙，我可不管接。再用力，我的手废了。今晚会发高烧，熬不过下去，你还是得死。我死不了，北京的仇还没报。那就闭上眼，把力气留给明天。你这缝针的手法真粗糙，能把裂开的肉拼到一块就行。在末世荒野，这叫战地缝合，保命用的，不保好看。末世是什么地方？一个人吃人的地方，比你们这破朝堂还要吃人。所以你才这么不择手段。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闭嘴，深呼吸。水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门外有你那个二妹守着，暂时没人敢闯进来。你母亲还不知道。她吓坏了吧？你妹妹吓得手抖的不行，你这条命是全府上下的底气，你死了，楚家明天就得散伙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能死。知道就好。从现在起12个时辰内，这间屋子只有我能进，你好好休息。没法惹。
命大，缝合的时候底子打得好，别乱动，牵扯到肌肉还会裂。这点疼算不了什么。逞香对伤口愈合没有任何好处。不是去换个东西吗？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有人跟踪我。袭击你的是什么人？死士。普通的死士可砍不出这么深的口子。他们招数带有北境蛮族的影子，刀法大开大合。蛮族混进京城了？不仅如此，他们手里拿的是大夏军中的制式兵器。朝堂里有人想让你死，我挡了别人的路。你查到了什么？兵部每月的军械损耗账忙对不上，我顺着线索摸过去，才刚到那废弃的库房，他们就动了手。杀人灭口，看来你摸到了他们的命脉。他们早有准备，10几个好手布了杀阵，就是要今晚绝杀我。3阵失守那晚，10万将士被坑杀。打仗总会死人，他们不是死在蛮族刀下，他们是死在断粮上，死在砍在骨头上就会卷人的炼制长枪上。整整10万人，援军迟迟不到，粮草被克扣，他们拿着一掰就断的兵器，用血肉之躯去堵蛮族的重甲铁骑。工部和礼部脱不了干系。我没能守住他们，我拼死杀出重围回京报信，可现在礼部的官员还要把通敌的罪名彻底扣在楚家头上。死无对证，活人才能替死人背黑锅。他们想把我楚家钉在叛国的耻辱记上，借此洗清他们贪墨军饷、倒卖军械的死罪。礼部侍郎沈清燕今天在朝会上发难，他当着圣上的面弹劾兵部提供的军械粗劣，伤药发霉，导致前线伤亡剧增。母亲，他这是恶人先告状。他拿出了前线退下来的断弩和烂药，铁证如山，限期3日整改，这是要断我们楚家的根基。你的母亲看来遇到了大麻烦。进去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星回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大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的伤还没好呢。家事重要。这弩机的拉力结构完全是错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图纸是兵部沿用了100年的，怎么可能有错？100年前是在北方干燥之地打仗，现在你们在哪儿？京都闷热潮湿，木材受潮导致严重变形。你们不仅没做防韶处处理，还死板的生搬一套原来的机括。发力点根本不在弦上，而是吃在木槽里。这样的废料，射出50步就会在半空断裂。这就是你们送到前线保命的药。这是兵部药局精心配制的精创药，用了最好的止血草，你懂个屁！最好的止血草，伤药没有经过提纯，全是发酵的烂杂草，里面混合了泥土，甚至虫卵。你们直接把这种霉菌大杂烩糊在战士翻卷的伤口上，这不仅不能止血，只会加速感染腐烂，生生把人熬死。这不是救人的药，这是催命的毒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想活命的人。我不懂你们的规矩，但我懂怎么杀人，以及怎么不被杀。带我去兵部的军医室。你疯了！兵部重地，岂容你个男奴踏足？母亲，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只剩3天时间，3天一过，交不出合格的军械和伤药，楚家满门抄斩。你若是搞砸了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。我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你也不想被抄家吧？朝堂上的事，不是你安穴位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只要堵住这个借口，礼部就动不了楚家。拿着！母亲，他是个外男，怎么能替兵部种地？闭嘴！若是3天后交不出东西，横竖都是一死。我把楚家几百口人的性命全压在你身上了，要是失败，我亲手剁了你。走吧。
住手！把你手里的脏东西扔了！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军医署重地，其中一个后哲男眷在此撒野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从现在起，军医署所有人听他调配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楚大人，这可是军国大事啊！这伤药是老朽祖传的秘方，历代兵部都在用。你的秘方在杀人，伤口感染率极高，就是因为你们把泥土、烂草叶和霉菌直接糊在翻卷的血肉上，这根本不是止血，这是在给伤口下毒。一派胡言！古往今来都是这么治的，你一个男眷懂什么岐黄之术？我确实不懂你们的岐黄之术，我只懂怎么把将死之人从鬼门关拽回来。架锅，烧滚水，把所有要用的纱布和桑皮线丢进去，煮半个时辰，少一息都不行。去后府搬几缸烈酒过来，再拿神狐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想看着你们的同袍全死在这里吗？按他说的做，快去！倒进去，加大火候。简直是荒谬！哪有拿酒治伤的道理？这是暴殄天物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把你扔进开水锅里一起消毒。用绳丝湿灰撒遍整个院子角落，把它那些发霉的草席全烧了，换成用滚水烫过的干净麻布。手不洗3遍，不准碰纱布。从现在起，这片区域作为重症区，闲杂人等不准踏入半步。他活下来了，只是暂时脱离出了休克危险，接下来几天能不能扛过去，还要看照料。按照我的规矩，每天换药，严格消毒。这院子里的死亡率，我能给你降70%。你究竟是在哪里学来这些神仙手段的？地狱里。楚大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礼部督察军械的官员到了兵部公放，正逼着咱们的工匠在认罪书上画押。二姑爷也在那边，说是要替您查账，清算库房的亏空。现在工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林子轩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他是嫌我楚家死得不够快吗？拉力不够，射程不足50步，还频频断裂，这就是你们兵部造的破烂。痛快点，签了这份认罪书。哎呦，各位大人消消气，我们楚家也是倒霉，摊上这群不中用的奴才。母亲年纪大了，平日里心善，被他们蒙蔽也是有的。大人们公事公办，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二姑爷，这木料送来的时候就受了潮，早就变形了，根本做不了弩机呀！放肆！自己手艺不行，还敢攀要推脱！来人，按着他的手把字签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他。大姐夫不在后宅绣花，跑到这等粗鄙之地来做什么？难道大姐夫还懂军械制造可成？楚大人，这是兵部重地，怎么随便放个男眷进来乱翻乱动？若是泄露了军机，楚家担待得起吗？闭嘴，看他做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损坏军械废料，这也是罪加一等。加装滑轮组，减省拉力，利用偏心轴增加释放瞬间的动能。这么简单的物理结构，你们兵部的工匠居然还在用直拉式？这是什么基础？老朽打了一辈子军奴，从未见过这种结构。装神弄鬼，受潮的废木头拼出来的破烂，连10步都射不到。
师部连发穿甲，这是神迹啊！你一个后宅奴眷，竟敢私造军械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他这是要谋逆啊！不想死就滚远点。看懂结构了吗？照着这个图纸改，3天内我要看到100把成品。看懂了，看懂了，老朽这就带人连夜赶制。沈大人，楚家那个赘婿造出了连发弩，50步连发穿甲，用的全是受潮的废料。下官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一个男奴，居然懂军械和医术。楚云兰那个老匹夫，从哪里找来这么个变数？大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连发弩若是批量造出来，咱们参奏兵部军械粗劣的罪名就不成立了。不能再等了，楚家绝不能有翻身的机会。通知刑部，今晚动手。刑部办案，楚府上下全部到院中听旨。这大半夜的，刑部为何强闯我楚府？少废话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楚侍郎，深夜叨扰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只是二姑爷，这府里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是无辜的。狗奴才，别碰我！大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谁敢在我楚家撒野？楚月，你勾结北境蛮族，致使3镇失守。这封你亲手写的通敌密信已经被刑部截获。不可能！我楚家世代忠良，绝不可能通敌！沈大人，你这是构陷！铁证如山，圣上有旨，楚家满门即刻打入死牢，明日大朝会定罪。沈清言，你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明日到了金銮殿，你亲自去向陛下解释。躲起来！礼部管刑部的差事，沈大人的手伸得够长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是楚府的正军陈长生，沈大人要拿人，拿得出3司会审的批职吗？楚家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本官乃是奉皇命特办此事，你区区一个男眷也敢质问本官？大夏律法，3品以上大员涉案，无3司海捕之书不可拿人。大人空口白牙一句奉皇命，就带兵夜闯兵部侍郎府邸。若明日圣上查明楚家冤枉，大人这私闯民宅、搅传圣命的罪名，几颗脑袋够砍？放肆！谋逆重罪，刑部有权先斩后奏。你这贱奴再敢多嘴，连你一起就地正法！刑部主事好大的官威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不拿文书批令，提刀就要杀朝廷命官，这是刑部办案，还是山大王劫道？你找死！上铁链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我楚家的男人，轮不到你们礼部来教规矩。楚月，你敢公然拒捕？我不认罪，何来拒捕？你大可上来试试，是你的佩刀快，还是我的寒霜剑利？楚将军好大的威风，只可惜剑法再高，也斩不断这叛国的铁证。红色的油性印丝丝要之上，但上面的黑色字迹却顺水渍渗出墨晕，毫不客气地盖在了朱砂之上。先写字，还盖印，墨镜绝不能覆盖印挪。这是一张先盖空印后填字的废纸。沈大人手里拿的可是原件？怎么，你一个后教女眷还能认出真伪不成？这雨下得这么大，大人可别把圣上预览的铁证给淋花了。伪造的物件最怕水，若是不小心花了墨，乱了印，到了明日大朝会上，沈大人拿什么向圣捎差？牙尖嘴利，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！困兽之斗，传令下去，封锁楚府所有出口，飞鸟不举出，寸步不准进。明日一早押送大朝会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明天还有什么花招。天亡我楚家！沈大人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是被逼的，求您开恩把我放了吧！林轩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还要不要脸？
将军，回屋，外头雨大，别着凉了。进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等天一亮，全家都要掉脑袋，赶紧拿钱打点狱卒啊！那对翡翠玉入室呢？还有抽屉里的金叶子，全拿过来！你给我闭嘴！外面全被围死了，你拿了钱能逃到哪儿去？那也比坐在这里等死强。楚家得罪了礼部，必死无疑。我可不想给你们陪葬。明日大朝会，圣上必定发难。你带这份放妻书从后门水路走，那条暗道只有历代家主知道，沈清燕的人找不到。我带人去正门冲阵，掩护你。走，外面全是刀斧手，你拿什么冲阵？这是楚家的死局，跟你没关系。拿着纸，滚！我的命归你管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沈清燕做局从来不留活路，密信就在他手里，那是圣上预列的死证。明天一早三法司会诊，凭你一句话就能翻案。这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谎言，只要是人造的假，就会留下物理痕迹。这是什么？洗清你罪名的钥匙。沈清燕手里的密信，红色的泥印在下，黑色的墨迹在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是先盖的印，后写的字。不错，有人偷了你盖过空印的废纸，事后仿造你的笔壁，填上了通敌的内容。红色的印泥是油性，防水，而大萨书写用的墨是水性，两者一旦交叠，墨水绝不可能盖住印，除非造假的人在墨水里加了神防，强行固色。这瓶里的东西能化解虚仿，只要滴上去，上面那层伪造的墨迹就会原形揭露。我要用这瓶药水，让满朝文眼看清墨迹下面掩盖的真相。大会上，沈清燕绝不会让你近身。一旦失败，你会死得比楚家更惨。在末世，不敢赌命的人连骨头渣都剩不下，更何况我从来把没把握的仗。时辰到，提楚家重犯，押解金銮殿，把院子里的人全锁上，一个都不准漏掉。陛下，北境三镇失守的真相已然查明，楚家满门都是北境的罪人，这叛国之罪，你们今天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楚家拥兵自重，通敌叛国，按律当诛九族。请陛下下旨，满门抄斩，以为北境10万将士在天之灵。陛下，楚家通敌证据确凿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服天下？陛下，臣冤枉！我楚家世代忠良，满门忠烈，绝没有做过这种事。那是有人蓄意构陷，望陛下明察秋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礼部凭一纸不知从哪儿来的书信，就要断我楚家100年忠骨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密信上盖着你的私印，字迹也是你的，这是抵赖不掉的铁证。通敌的细作已经招供，印证笔迹俱在，你拿什么翻案？圣上，臣有证据，证明礼部伪造文书，构陷忠良。大胆！朝堂重地，岂容你一个低贱的后牛儿眷在此大放厥词？禁军呢？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朝堂是讲理的地方，我楚家面临满门抄斩，我身为楚家正军，为何不能来？讲理，铁证就在陛下御案之上。你一个连字都不识几个的男眷，还敢狡辩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砍了！铁证？哼，沈大人手里的东西不过是张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。粗鄙不堪，简直污了圣庭！此等贱奴，理应乱棍打死！陛下，此
此人蔑视朝堂，罪该万死。楚家连一个男眷都管教不好，竟敢在陛下面前口出秽言，足见其家风败坏，目无王法。大殿之上惊扰圣驾，此乃死罪！来人，就地诛杀！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头发。楚月，你敢在大殿上公然武力抗法？这里是金銮殿，不是你刑部的私堂。我的郑君，轮不到你来定罪。放肆！反了，简直反了！大胆狂徒，你竟敢抢夺呈堂政务！他要毁坏罪证，禁军呢？还不把他拿下！快拦住他！这是定罪的铁证。沈大人急什么？让各位大人看看什么叫常识。先写字，后盖印，墨在印下，这是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。但这封信，墨迹拧开后，黑水却盖住了朱砂，这说明他是有人拿了楚将军盖过空印的废纸后添上去的字。原来是这样，是伪造的，竟然真是墨在印上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大人的造假手段，连我这个后宅男眷都不如。你胡说！这是妖术，是你施的障眼法！陛下，这是楚家找来的江湖骗子，有些要毁了物证。水就在这里，药剂配方我也可以当堂写出来。各位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自己拿一份盖了官印的文书，当场写几个字放进去试试。一派胡言！刑部查案多年，从未听过什么化学反应。刑部没听过，是因为你们只懂怎么刑讯逼供，不懂什么叫事实。大人算计了人心，却唯独没算过化学反应，假的永远真不了。陛下明鉴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这封信根本不是月儿亲笔所写，而是有人恶意伪造。我楚家满门忠烈，险些被这等拙劣手段构陷致死，请陛下做主。礼部侍郎沈清言，这就是你信誓旦旦要朕诛灭大夏第一将门九族的铁证。陛下，臣万死不敢欺君，臣也是受了蒙蔽啊！这信是刑部主事赵凌霜连夜交呈给臣的。臣以为刑部做事严谨，断不敢拿军国大事开玩笑，这才在今日大朝会上呈交陛下。谁知竟是这等伪劣之物！沈大人，你赵凌霜，你为了贪功冒进，竟敢伪造证据构陷同僚，你居心何在？这信明明是你交给我的。你说只要坐实了楚月的罪名，就保我升任刑部侍郎，血口喷人！我堂堂礼部侍郎，岂会与你同流合污做这等肮杂事？你自己眼红楚家的军权，想踩着楚家的尸骨上位。沈清言，你过河拆桥！这伪造私印的泥和墨，还是你从内务府弄来的？陛下明鉴，赵凌霜满口胡言，臣愿与他当面对质。查抄楚府也是他带的队，臣只是随行督办。诸位大人，我是按规矩办事的，你们替我作证，昨晚查抄楚府，分明是沈大人下的令。王大人，李大人，你们平时不是最恨楚家五夫当道吗？你们说话呀！赵主事，你自己贪赃枉法、构陷忠良，就不要在这里攀咬别人了。正是，我等清流岂会参与这等卑鄙的行为？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伪君子！楚家得势的时候，你们摇尾乞怜；如今沈清言失势，你们就急着撇清干系。拿下！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只是奉命行事，沈清安才是主谋。沈清言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撇清了我就能活命吗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！礼部侍郎沈清言，治下不严，用人不明，即日起革去一切职务，交由3法司会审。臣谢主隆恩。楚家无罪，楚侍郎受惊了。兵部军械之事，朕会另派人详查。
楚家满门忠烈，朕心里清楚。臣叩谢陛下天恩，楚家世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。臣叩谢天恩。退朝。沈清言，你欠北境将士的血账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走吧。今天多亏了你。口头道谢没用，我要加工钱。你要多少？看你给得起多少。今天这出戏可是把礼部的脸都打融了。楚家现在只有一堆烂摊子，烂摊子收拾干净了，就是堡垒。走快点，府里还有一堆垃圾等着扫出门。林子轩，快点，把那对翡翠玉如意也塞进去，还有库房里那几根金条，一个铜板都别落下。主君，这要是被家主发现了，可是要打断腿的。你个没脑子的贱骨头，楚家马上就要被满门抄斩了。谁还管得了这些？我可不能给他们陪葬。可是二小姐对您那么好，您就这么走了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好有什么用？好能保命吗？我这么年轻，凭什么跟着那个蠢货一起掉脑袋？赶紧的，去把后院的小门打开。二正君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七主，你回来了，谢天谢地你没事儿。我正准备出去找救兵啊，我是为了楚家好。找救兵需要带上库房所有的金条，还需要顺走母亲书房里的翡翠玉如意。这是用来打点狱卒的。七主，你信我，那些狗官认钱不认人，没钱寸步难行啊！我心里全是你，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？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几个破钱打我！我跟了你受了多少委屈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！楚家有难，你跑得比谁都快，现在还敢在我面前演戏？我那是委曲求全，我如果不拿钱去疏通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七主饶命，我错了，我只想出去避避风头，我是爱你的呀！只要你让我留下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你爱的不是我，是我楚家的门楣和钱财。拿着地上的碎银子，滚出楚家，别脏了我们楚家的地。大姐，你没被斩首，沈大人呢？姓傅的人呢？沈大人现在大概正在天牢里反省怎么写一封合格的通敌密信。至于你，消息确实不够灵通。再不滚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姐夫，二小姐这声姐夫，我可不敢当。前几天，你还拿着剑想调了我的手筋。以前是我混蛋，是非不分。今天朝堂上的事，母亲都告诉我了。你救了大姐，也救了整个楚家，我们欠你2条命。以后楚家军的后辈，拜托你了。穿这么少，刚缝好的伤口又想裂开。你总是这么啰嗦。我是大夫，我的病人如果不遵医嘱，我会很头疼。手伸过来，跳动平稳，体温正常，完全没有发热的迹象，脉象不错。明天可以拆线。拆了线，我是不是就能握剑了？伤口愈合需要时间，10天之内，如果我发现你偷偷动用内力，我会亲手把你的穴道封死。10天太久。兵部大换血，沈清燕刚倒台，我必须回军营稳住巨命。你是听不懂人话。你死在战场上我不管，但在我的眼皮底下，这具身体由我做主。行，听大夫的。今天在金銮殿上，你端着木盆走到沈清燕面前时，在想什么？算计她倒台的时辰。没想过万一药水没用，
万一女帝偏袒文官集团，在我的规矩里没有万一，敢上桌我就已经把对方所有的底牌都掀干刷净了。沈清燕在朝堂经营半生，门生故事遍布京都，她大概怎么也算不到，最后会栽在一个男眷手里。她栽在自己的傲慢里。星辉间转性了，刚才在院子里，他竟然规矩矩地冲你行了个军礼。他本性不坏，只是之前被那废物林子轩蒙蔽了脑子。林子轩跑出楚府时，连地上的碎银子都没敢带走。星辉此时真的下了狠手。林子轩那种只会靠吸血为生的寄生虫，离了楚家的庇护，在外面活不过3天，这叫自然淘汰。生存法则第1条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上。可我现在把命交给你了。你看那片黑漆漆的地方，3镇10万阴魂就埋在那土里。这3年，我每天晚上闭上眼，都能听到他们在寒冷。我不信鬼神，只信自己。我说过，阎王不敢收你，敌人更不能。那可是10万起级，大夏的军械早就烂透了。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，在绝对的工业降维打击面前，就是活靶子。他们刀再重，砍不穿钢板；马再快，跑不过连发火痛。我会用我的手段，帮你把失去的疆土一寸一寸拿回来。连发火筒？你连这种东西都会造？你只要把剑握稳，剩下的交给我。